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来》第1季第11集。这一集主要讲教授的实验对象，一只普通猴变聪明的故事。早上好啊，大伙！一天，快递小队和教授来到了火星大学。谁能想到，曾经的不毛之地，竟然在2636年建了一所大学，还被改造的适合居住。这里不仅有传统植物，而且空气非常安全。王室图书馆，西部宇宙里收藏最多文学作品的图书馆。弗赖好奇偷看，这时班德叫众人看自己以前的机器人兄弟会。莉拉疑惑，班德回答：“我是压弯工，当然要上压弯工大学。顺便告诉你，我还辅修过机器美国人研究。”说完，敲响兄弟会的门，拜访了一下新同学。在他看来，能进这个会的都是最酷的机器人，但恰恰相反，他们不过是一群书呆子。成员主要有会长变速器、油条以及胖波。虽然比不上老成员班德，可也知道他的传奇事迹。听说他曾经在一个晚上喝完1整桶酒，在校园里狂奔，还把58个人塞进电话亭。哎呀，都是过去式，我该走了。等等，作为学校最差的兄弟会，你一定要教会我们怎么变得酷一些，行吧？但我要10桶酒，一盘放野狼 disco 的袋子和一个2层楼高的偷内裤专用梯。就这样，班德接受委托，帮助兄弟会成员们。这让弗赖不禁想起自己在大学时期去游乐城逍遥的日子。莉拉不相信他上过大学，事实上，弗赖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大学辍学生。可是，在莉拉眼里，20世纪的大学不过是收费高昂的日托服务中心。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，弗赖顶多算得上是高中辍学生。所以，为了得到相同的尊重，弗赖决定进火星大学，然后再辍学一次。说干就干，来到学生注册处，同班同学艾米问他选什么课，弗赖却问教授教什么课。教授回答：量子位中子场数论。光听名字就知道没人选这个课。但弗赖是谁呀？这不就是馄饨玉米煎饼参数论吗？他果断选了他，把教授气到吐血。晚上，班德带兄弟会成员偷窃女生宿舍的电脑，然后不小心破坏了校园仆人的住所和仆人，4人慌忙逃跑。财政援助宿舍，弗赖对新住所非常满意，就是不知道新室友是何方神圣。这是啥？我要睡上铺。他叫甘特，是教授的实验课题及隐藏在箱子里的最终秘密。甘特还表示宁愿睡地板也不愿意跟笨蛋同屋。莉拉好奇他为何会说话，教授回答：这得益于他戴的电子帽，该帽子利用太阳黑子产生认知射线。好一个对牛弹琴！弗赖除了帽子一个字也没听懂。而教授之所以安排2个人住在一起，是因为需要记住一个电话号码，因此弗赖必须和甘特握手言和。他主动拿香蕉示好，可甘特不吃香蕉，他更喜欢由豆腐做的香蕉味能量棒。第2天，20世纪历史课，历史老师说，要想在我的课上得 A， 那你就得在20世纪生活过。这正合弗赖意，但无奈他太笨，分头还是被甘特抢了去。连艾米都夸对方可爱又聪明。教导主任办公室，班德热情地冲主任打招呼，主任却说，机器人是学校的耻辱，因为每次火警响起，校内酒铺被抢，人类尸体被侮辱，定是机器人惹的祸。对此，他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机器人要受到12万份隐秘监察。胖博十分紧张，他一紧张就肚子饿，于是吃掉了主任心爱的船模，几人再次仓皇逃跑。另一边，弗赖不仅智商不如甘特，泡妞也比不上甘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被他害得整夜都睡不着觉。在教授的课上迟到，弗赖非常生气。教授安慰他，表示没有那顶帽子，甘特不会比他聪明，所以为了实验项目，2人应该停止争斗，否则他就把他们都阉了。咱们走着瞧。家长接待日，艾米父母和主任相谈甚欢。原来只要有钱，成绩也能是浮云。甘特继续嘲讽弗赖，丝毫不知爸妈也来到了这里，因为他们没有电子帽，因此就是普通的猴子。甘特捂住双眼，觉得很丢脸。弗赖却不嫌事大，放他们出来，继续祸害众人。现场被搞得一团糟，甘特难过离开。班德也打算去蒂华纳玩玩，让胖波开荤。这是我人生的第1次，我好紧张。回到宿舍，莉拉认为弗赖对甘特的做法太残忍，就像放学后的课外教学。不过相信今天之后，大家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动物。一直以来，甘特拒绝吃香蕉，努力适应人类生活，可父母的样子让他意识到自己终究只是一个低等动物。弗赖于心不忍，表示不是所有人都像自己的父母，至少你还有电子帽，那又怎样？它能使我聪明，却不能让我快乐。既然那么难过，为什么不回到丛林去？因为我是教授的夺奖实验，他就像我的父亲，没
错，教授对他也抱有重望，这让甘特十分为难。窗外的丛林是那么美好，最后他脱掉帽子，还是选择回归了大自然。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，教授悔恨当初没有把他的腿打断。看着曾经的合照，他愈发难过。弗赖说：“你总是强迫甘特变成人类，可他只是动物，理应属于大自然。”看着两人争吵不休，莉拉想到个好办法，他表示应该去丛林让甘特自己做决定。兄弟联合会皮筏艇大赛，获胜的队伍将会成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团体。如果机器人取得这次比赛胜利，监察会则被取消。为以示尊敬，主任也会在游行中扮成大元帅。所有人都瞧不起机器人，主任更是明目张胆地针对班德等人。此时，寻找甘特小分队到达丛林，莉拉见前方有影子在动，以为是甘特。教授立即拿出秘密武器，结果大失所望。在小溪边，他们终于找到甘特。不知这次他是选择教授手里的帽子，还是弗赖手里的香蕉？换句话说，是智慧还是动物理性？突然，班德开着皮筏艇经过，他本想找条捷径，不曾想不只害另外3人跌落小溪，也导致自己冲下瀑布。好在辛苦没有白费，冠军最终由机器人获得。而寻找甘特小分队就没有如此好运。现在只有甘特戴上帽子才能救他们，但普通猴子根本不知道帽子应该戴在哪里，这可急坏了教授。后来经过无数次尝试，甘特终于正确戴上帽子。通过计算，他成功救下3人，不过自己却陷入了危险。这样也好，反正活着也没有意义。作为天才，他很痛苦；作为猴子，他蠢如牛，世界没有他生存的位置。甘特很想一了百了，可惜帽子缓冲了他的坠落，他完好无损，只是电子帽只能发挥一半的性能。教授想要修好它，甘特拒绝。超级智慧反而让他有很大的压力。如今刚刚好，他可以做一只穿西装的中等智商的猴子，还可以转系读商学院。班德也一雪前耻，没有人再瞧不起机器人。而后，弗莱如愿辍学成功，甘特取得 MBA 学位，并成福克斯电视网总裁。汤波在蒂华纳感染电脑病毒，必须重启。莉拉和主任只约过1次会。班德在完成委托后，同兄弟会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然后逃之夭夭。在这一集里，不可否认，教授是自私的。他自私的以为只要对甘特好，就算他离开爸妈，丢掉野心也没有关系。自私的以为在聪明面前，个人感受不值一提。可他没有想到，不是每个人都渴望成为天才。科学固然重要，但人终究不能忘本。一昧强迫别人，可能只会适得其反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就算你做得再好，也终归不会属于你。与其痛苦接受，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大千世界本就人生百态，就像有的人暗淡浅薄，曲意逢迎，有的人光芒万丈，刚正不阿。谁也不会是谁的棋子，自己的命运只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如果不公就反抗，不要一边抱怨又一边什么都不做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